找到了旅行社，邀您共赏笑年出发吧。耶！小顺，你知道很多人来南投，除了这美的风光之外，不是只有拍照而已。其实在这路上非常 chill， 感觉非常舒服。很多隐藏在这个山林里面的美食，它的外表没有浮夸的那种装潢，所以你一般人是很难看得出来的。有的地方是吃包装，我们来到这里是吃内装。对，吃排队的美食店，听说有很多都是上百年的哦。我要先带你去这个做了一甲子的日晒的手工面线，他们还坚持不添加任何的无为不为。接着我要带你去车城，有个很 special 的剥皮秀。该不会是剥皮辣椒？那有什么好稀罕的 ？No， 它不是剥皮辣椒，但这剥什么东西呢？你去了才会知道。全台湾嘛是弄第一耶！哦哟，厉害哦！其实我的反应跟我的脑袋差不多。然后还要带你去品尝一下木轮吐司，然后车上还有一个很美的咖啡厅，带你去那边 chill 一下。全南投最美的咖啡厅，哇塞，好像在画里面啊！你的背景是 key 上去的吗？然后还有车城老街，带你去喝多沙米的饮料。他们现在接手之后，它这个饮料已经做了很多种变化。这爱8点前后才会当按。他们沙米就开始炒。我真早我就起来等你啊。冬瓜遇见你。哦，是哦。哇，转过一个山又绕过一个弯，啊，好舒服、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去吃一家会冒烟的馒头店。据说老板娘呢，之前是做民宿的，然后因为老板娘在这个民宿里面有做这个手工的馒头，做早餐给客人吃。对，然后客人一吃的时候觉得啊，好好吃哦，就开始疯狂的敲碗说，你们能不能开一间专门卖馒头的店？是他们用古代的那个制法吗？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去瞧一瞧，它为什么会冒烟，烟从哪里来？那我们就笑的内出发吧！这个方向应该是去冒烟的馒头店。对，这么多柴，该不会他们真的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坚持用柴火去蒸煮馒头的？它那个烟不是馒头那个蒸汽哦，是真的用柴火烧出来的那个烟。老板，哎，老板你好。哎，你好。哇，您现在是在砍柴的意思吗？对，我们要准备要蒸馒头的柴火。坚持用柴烧的馒头。对，但没有想到他坚持用手劈柴。现在没有机器可以劈吗？哦，有，我们有机器可以劈啊。刚好今天机器不想用，刚好可以试一下身手，是这个意思吗？哎，可以。哎呦，就这么刚好。对。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柴在烧呢？龙眼木还有荔枝木。哎，你知道为什么用这两根木吗？因为名字很好听。哎，有水果香。对，不是因为它的密度比较紧，它的燃点高，燃时辰长。哦，烧得比较久，要小心哦。你要小心哦。哎，不要劈到人呢。咱即摆吼人客，吹甲围我来。今仔日要大家看着讲哦，这个茶泼落去，伊内底迄个芳是不是有法度甲这个馒头呢吹甲真正幼绵绵、白泡泡？即摆波头我举起来，从来要甲人客讲，稍等咧，一半呢，大家咧敬这个茶，来，还没要劈是？阿没，好，这个好戏一定是慢慢来的。这个馒头店是怎么来的？我们以前是一个老五民宿，我妈妈就研发她创新的早餐，就是用馒头。当年也就是手工的，当年手工的馒头。啊，民宿开在哪里？距离这边3分钟的车程。哦，这么近啊！咱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先去看民宿的。硬不批。好，现在要劈柴了，各位同学，因为这个你一定要找那个纤维是直线的，对，它如果是横线的，它劈不下去，对不对？是。老师，那个劈哦，小劈。哎呦，没那么容易耶。哎，看一下，我2线都劈在同一个线上面，但他还是不理我，我已经很用力了。所以我妈有交代，看人假吧，不能看人破茶。你看人假吧，人家会给你一块肉；看人劈茶，你会被那个木屑喷到。对，我找一个比较好劈的。哎，还是跟上你来好。你看，小顺，我不行。好，哎，你们要小心，真的，我没有骗你。哎，等一下，等一下，
你还来不及我就批完了。怎么会？所以我没有 P 到那个点，是不是？我也不晓得哎。你终于找到自己才能了。我不爱气。你到了16岁，你就知道生没有2两的力气。是我批啊，没见走。你来，这个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宇哥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哦，这个要很准。这个没有批完，我们就进广告。而且我一定要先玩一个游戏，先转10圈，然后再去拼。你将要批到人哦。你回来，你回来，不一样嘛，不一样嘛。哦，都跳没？哦，有了。我16岁，我只会打陀螺，我不会劈台。又歪了。好了，哦，回程做完这个可以吃馒头了。哎，那要再努力一下哦。还有，别转把车开过来。好，我们现在木头劈好了，我们就要来劈会。生火，你刚才已经生过了。那是发火。这个锤绳会不会太高大了？对啊，要不然等一下我们要把这个扛下来。这个怎么扛啊？我们这个原木的真香，我们要用吊车把它吊下来。各位观众，现在会冒烟的馒头来了。哎呦，你惊凶呢哦。哦呦，真的冒大烟哦！好多种类哦。黑糖的、麻花卷的、芋头的吗？这有红豆，还有肉包跟菜包，一次蒸几粒？一盘的话有12颗，它上面有12盘。我刚看到那边有红龙嘛，表示说假日的时候是要排队，是。而且有时候这笼卖掉的，后面还这样巴望着这样。还要等下一笼。对。这是有功夫的，因为我小时候当过童子军。对然后它揉成一团的吗？我们可以先把它撕，把它撕开。这个我就厉害了，我经常在变这个魔术，怎么样把它撕毁，然后又变成一个全章，现在是变2条，对不对？对，我撕一遍，你撕一遍，来，你再撕一遍。这个有法术的，所以你会再把它变回一张，对不对？对，看能撕几次。刚我做过，你也做过一遍嘛？对。来，用力哦。转账啊？对，好 OK，这样呢，它长的先放进去，然后对慢慢的就点燃。口水加持，它会更旺。可以。好，好，伟大的圣火已经点燃了。对，那我们放几个大的旁边，哦，这是比较干的，比较干的荔枝木。那以前只要有这种角度，他们留下来做什么，你知道吗？做什么？骨搭，弯腰，就是牛的这一块，哎，然后这边2边拉，它才会把它抠住，这样有没有很舒服？那让镜头拍更准一点。确定是这样子吗？然后那个牵牛的就把它牵住。哦，我帮你吹个法螺了。好来。那我们这里的话呢，我们劈会部分就差不多，我们进行下个步骤。吃嘛。哎，还没那么快啊，还要准备那个香菇肉包的馅料，很快就可以吃得到了。他们没有那么轻易放过我们。全副武装各就各位。好，哎，帮我班长。哎，是班长你好。是，你好我。16岁，我只会打陀螺。你好。好，我只会放风筝。要先做哪个动作？那我们先来炒香菇，因为香菇它是干香菇，我们在炒的时候它会把油吸住。对，不然它会难受。香菇，难受。对，边炒慢慢的会把这个油给吸附起来。媳妇一般是对师傅的称谓。媳妇也可以是海鲜。媳妇可以先拉一下，让它油平均分布，平均分配一下。哎呦，香菇香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这个香菇肉包是我们大概2年前研发的口味，是不小心发现了，还是有雷电打到风筝之后才发现了它？其实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是种香菇，是，然后他也是回乡青年，而且他们是种有机香菇。哇哦然后我想说，那我可以跟他一起合作，然后我们来做香菇肉包。对，哦，是因为这样子。哇，好香啊！那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下也没关系。要静置一下没？对，待会再翻搅一下就可以了。主要就是不要让它炒的超回搭，因为香菇表面容易超回搭就会有苦味。然后看一下有没有焦气。对，可以翻一下。
经过了49个小时，提炼再提炼，浓缩再浓缩，观察再观察，现在已经到达了最后的这个最香的阶段了。非常熟的状态。好，班长，接下来呢，下一拍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把香菇肉包的馅料呢，把它加下去。我们可以先加这个绞肉，就开始下去揉搓了。然后我们加洋葱，俗话说得好，洋葱长在羊身上。他现在在猪身上，葱来匆匆去匆匆，游刃有余。假喝仓在盖头昂，对，这样可以加下去，这有点在做那个头醉耶，平均，平均。都撒在我手上，香油，平均。 OK， 开始 SPA， 香气十足，扑鼻而来，跟你在家里做水饺一样啊。就是这些肉跟酱汁融合在一起。是的，包班长，这原来有机器可以搅吗？哦，也有。我说也有嘛，制作单位，就是怕我们太咸嘛。哦，哎，我麦都不能唱。阿弥陀佛。哦，是个铁蛋。哦。在我们欧来欧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样差不多了？看起来蛮融合的。内馅已经备好了。那现在接下来下个动作，我们要来擀包子皮，擀好之后才可以来包我们的肉馅。我们一人先拿一支擀面棍，今年的春天，嘿，今年的马年，嘿，马到成功。好，这个一人可以先拿一个面团，先在手心先把它压扁，然后呢前后擀2次，1、2，再转90度，1、2，对，1、2。所以小力一点，小力一点，太大。对，我们要让旁边的皮呢比较薄，中间的皮比较厚，周围呢再擀一下，用左手让面皮做一个旋转。完蛋了，它快变椭圆形。没关系，等下可以拉一下。好，小叔那个擀得很好哦。你一直在称赞我，他就回去会哭的。他的也很好啊，椭圆形救回来，救回来。对。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把面团放在手心抓取这个肉馅，挖一群，然后在墙壁磨一下，好，平均。你那个那么大馅，对你那个可以少一点，不然你等下会包不起来。他每次都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要把包子折起来喽。右手的对，这样3只手指头，食指跟中指去把它的面皮折起来。我们左手的大拇指要记得把肉馅压好，然后我们右手食指跟中指把上层的皮拿起来。哦，对，肉馅边压皮边收。哦，小顺你还知道要旋转你的包子，让你的皮收口更漂亮哦。不说没事，一说就捏在一起了，至少我有捏住了，没有那么好看就是了。没关系，再捏3个就很厉害了。你这个因为都油烙烙，所以你合不起来了。哇，对，那你没关系，你放着，你下一个再用就好。变莲花了。对，它有点太油，开花了。再擀一个。好，再擀一个。好。哦，你这个不错，我就最不会包东西了。好，再来一勺，再来一个，拜托，一定要成功。你在挖肉的时候可以把肉抹扎实一点。包班长，第2颗很好一点，至少样子是可以的。对，第2颗，可以，厉害。小开。OK， 该不会还有要 A 倒零的过程吧？A 倒令的话已经 A 完了，A 完了。李斌，好，谢班长，小心，热，香油转，切布走。哇，光是颜色就让大家振奋了。它这个上面有放芝麻，是甜的吗？这个是蔬菜包，放葱的，就是刚刚你们做的香菇肉包，这是南瓜馒头，这个是红曲坚果馒头。它这个呢？果茶的肉包，但是什么肉包？你刚刚有讲到笋子，对，笋包哦，笋包啦。你先吃笋包。哎呀，哇，那个肉馅，你看。油亮亮的，各位同学，还在等什么呢？赶快来尝鲜啊！对不对？而且它的皮算是很扎实的，是啊。这个馒头皮果然是用木材烧的，
用木蒸笼蒸的，这皮实在是抹香用的，外面是那种扎的，可是里面是松软的，松软的，更里面又包覆着肉汁，结合在地小农嘛，对不对？对笋干，然后香菇也是。好有口感哦。是那个香菇那个韧性的，对，是我们在地的香菇，算是品质很好的，它是有中兴大学的有机认证的香菇哦，超好吃，而且这个香菇越嚼越香。豆浆你自己磨的吗？豆浆是我们自己里面做的，米浆也是，这是黄金米浆。黄金米浆为什么有黄金2个字？因为呢，我们用南瓜、地瓜、白芝麻、糙米跟白花生一起打，所以它颜色是好香哦！你喝一口，完全不一样的。哎，它喝起来其实有点算清爽，没有那么像米浆那么浓郁这样。对，只有你们这边限定吗？好像除了这一庄，隔壁村就没有了。没有了。这很棒，有在配送吗？再配？这个米浆部分还没有。红橘加坚果，坚果在这个红橘香里面，各就各位，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太一样。这里面有加了葡萄干，有加核桃、葵瓜子、南瓜子，增加了许多口感的层次。你在搅的那个淀粉，葡萄干相对的甜，呼应了出来。哇，这个太好吃了。我们的核桃还有先烤过，所以你有吃到那个脆的感觉。而且它那个核桃香味整个散发出来。我有咪到牌哦，请问抹茶馒头里面会放什么？黑桃 S。接近了，黑桃 S 就跟它很接近了。刚我要翻开我一个黑桃 S， 那个是蔓越莓还有那个气势是吧？对，哇，爆浆的，好搭哦，它很会搭哎，气势跟那个蔓越莓，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这女孩子很喜欢吧？哦，这女生很喜欢，超爱的，超爱。哦，可以续杯吗？可以，来个黄金米浆好了。好，可以啊。真的好喝，好喝哎，它很能吃哎。上次我看到路边停了一部发财车，整部车吃掉，不，整部车的面包，吓死我了。然后这个南瓜的馒头的话是有另外再改良的，以前是单纯只有南瓜馒头，那我回来之后呢，把地瓜条放了进去，改名叫南瓜瓜馒头。这个是蔬菜包，有加笋子，有加高丽菜，还有加我们刚刚的香菇。我觉得你蔬菜包把所有的精华都加里面，哇，好吃好吃。好吃哎。院长，你过来吃一下，他是我的助理。你吃那个肉那个地方，经过我们的那个揉压，它那个肉就吃起来很扎实。其实每一个都很有特色。摸菜不错。院长，他本来70几公斤，他现在变这样。变108，因为我现在这个年纪16岁吃不太多，都吃一般永远都可以拿吃。他从70几、80几、90几，他本来头是这样子哦。够来多了。投资他已经赚钱，我没骗你。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跟别人太多一起。我老婆这次应该没有在看。馒头虽然从这么小会变这么大，但是呢，他们家是很扎实的，是从这么大变成这么大。做人都要实在。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老店啊，他们有那种很浮夸的装潢。然后听说这个会不会这间的装潢我觉得蛮厉害的。你太厉害了，就是这一间，就在里面。他们是坚持要日晒手工，是面线，而且看到那位大哥白发苍苍，应该有80岁哦，没有，转过来很年轻啊。对，不好意思，我是看到你的头发。老板你好，你好。听说你们的面线是坚持手工，还要日晒。对，我们是看天吃饭的，好天气才有。闻起来你会有闻到麦粉香，我们都是早上用新鲜面粉做的，经过日晒，这样的面吃起来才会 Q。所以你一早多早就要起来？大约6点就开始。因为水里这个地方其实不大，交通没有那么方便，所以在你们这个山城里面，必须拥有自己的制造业。对，据说里面都是不加防腐剂跟添加剂。对。那3天要吃掉哦？不要，因为我们晒干就可以久放，它没有水分就不会发霉，比较耐保存。那今天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刚好好天气，今天有做面，今天太阳还蛮好的。请带我们路，我们去看看你们的工厂。
陈大哥，陈大哥大，对真的是哥哥。对，我是哥哥。那现在我们面团已经做好了，对，第一个步骤是面团上来压面，卷成型之后，我们会做3个步骤，把它压面，把空气压干，让它面条更细致、更扎实。我做一次给你看，好，这是2个面团卷在一起。好，我做第一次，第一个，好卷啊，卷成面团，哦，它才会变成这个里。卷成型之后，我们要压3次，这个面团跟这个面团就切开。我们现在有机器这样子把它吊起来。哦，比较不会那么重。以前爸爸他们就是用手拿的，他在洗多少10几斤，一个10几斤，一整天来就有几百斤。这2个有什么不一样吗？这2个面团2捆压成1捆，哦，对，它的空气越来越少。度假前安内嘛哈，对，压卷起来，对，卷起来。好，然后就开始卷了。对，开始卷，用力卷，对，用力卷，稍微出力这样子，对，好，快一点是。再过来，对，好，再过来，好，这样子放上来，手稍微扶着，对，好，我机器给它走，它就会慢慢走，对，我要一直卷。对，哎呦，真的很厚实哎，这样厉害，这样可以了，这样才会卷的一个动作了。好钦佩你们的速度跟你们的力量。对，制作人以后可不可以给我2个拉棒？只要他们在用力做，加油！好，再等我一下哦，我们再把它卷成一团，它有2次的步骤。Go， 好了，快好了。好，哇，这个人工怎么拿？重。哦，有力气啊！年轻人很厉害。哦，来铺地毯啦！用吊着啦，放上来，刚好放上去这样子。真棒！我真的好钦佩你哦。我里面都是汗。这个节目还好有你，要不然我就惨了。是，哎呦，好，别上来，对，好，把手扶着，我要走了，走，好，加油！哇塞，好像气死了。好，这样可以了，对，可以了 ，Go！ 我过关了，不能停啊！我不能停了，不能停啊！可以停，来啊！再第2次，怎么样切吗？切看看，剪彩一次啊！用力压下去，用力。哦，好像轮胎皮哦。对，哦，很 Q 度很好。好，因为我们家是卖猪肉的，卖猪肉有很多事情要做，我都说我不太会，所以后来只有我哥去学。我再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好，标准的。我丢上来，它就会压过去了。对，它最主要是第1次的步骤要把它压好这样子。先把前面这个形先弄好，它就自动卷了。对，陈大哥，你自己都做多久了？从国小开始做到现在。难怪头发那么白，因为那是面粉。大家问我都是玩面粉长大的。他是跟哥哥一起做吗？对，我现在是过来帮忙的。所以这主要是弟弟在做，我现在是帮他。帮他哦。对，因为这个要2个人做才可以。对，剩最后一次了。对。哎，你们这样1天下来，这个要重复做几次啊？做大概8卷。那现在那边如果压好了，就会拿到来这边的。对，很庆幸我在演艺圈呢。总共以后啊，吹几个吹。对，这样呢。那我直接切面一次给你们看。好，这张拿出来。这就是1次的这样子。那一竿子会有2次。对。这要算时间这样子。好。太长的话，它如果不平均的话，我会把它再刷平。剪掉吗？没有，把它整平，这样子就是一个杆子了。可是我光一边的长度我都不知道怎么拿捏。经验嘛，它有一个时间。太经验了。对。下来第1次。它自动会切掉，好，这个就是第1次的，应该2、3秒吧？对，大约3、4秒这样子。来上，他说经验吧，对，我第1次做的。我来4成条，没有，没再剩，开始哦，来，2秒钟，2秒钟，开始了嘞，拉起来，哎，
哎，它就会自己断了。找了往前转，卷。我好想吃面线哦。有，等一下有面线可以吃。有吗？有。是，我们要离开这个单元了。来了，没有，再试给你试。两边。OK 的啦。我再算出来，看有没有。要6次的。1、2、3，起来，还没有，太短了啦，惨了。你就抓起来，2只手，可以卷。年是6次哦。 6次，你刚2次就起来了。安内，哎，再次哦，放低，妹妹你要放在面后面。没关系。那我们今天做比较简单的，只吃一干就好了，一干就不会失误了。他放弃了。那就6秒下去，好了。来，好，来了，1、2、3，下了。等一下。好。对。我有在算。1、2、3，我跟你说好了。好，让它起来，对。成功。耶！换你，我通过了。好，对，耶！大家开始哦，来了，1、2、3、4、5、6，起来。太早了。对 OK 啊，可以的，太紧张了。太紧张了。我们可以给他推出去晒太阳了。你要不要再多弄几个？不要浪费空间。我已经流汗了。我是紧张啊。我是紧张到流汗。哇哦！你看他多自在。哇塞！好快哦！他做了几10年了，从小做到现在。哎，没了，一下就没了。OK， 先喝完了。走了。来上坡。今天老天爷很给力啊！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要拿去钓。我去钓一次给你们看，我拿3个，你们他拿3个。哦，一次3个啊？对，来。拿一个也可以，2个，好，至少2个，对2 ，2个，你可以一直放这边。觉得我自己的胡子好长哦，好像窗帘哦。哎，像现在吗？架上去，看好角度，好，它有个间隔，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家可以放这边，放这边是？对，嘿，你还好，你够高。对呀，再请你们帮忙好了，我先拿4个进去这样子。 4个。对，你看他的手指头好灵巧。我们试着3个看看。刚好我们手指是1、2、3、4，最多4个。好。哎，我太矮了，我走外面好了。就像要走迷宫哦。对，好，先放第1杆。好，做这个事情要战战兢兢的，就惊，因为我们怕浪费食物。这是要做给大家吃的，所以这个要很用心，品质保证不容易。那爬老步啊，如果好天气的话，在4到5个小时。你说你小时候就开始做了？对。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要从台电老师傅他们说起。爸爸早期他是属于卖菜车、行动摊贩的，是。他跟台电的老师傅批面。台电老师傅他以前做得好，就是因为做的面都是给他们台电员工跟台电福利社给他们吃，因为他们标榜好吃的面不加防腐剂，而且又是日晒的。爸爸看到老师傅已经年迈了，跟他开玩笑说：“你要不要把这个传承技术交给我们呢？”刚好老师傅因为身体不好，才传承给爸爸这样子，所以爸爸接下来之后开始在这边做，就我们国小之后我们就都会帮忙到现在的，包括那些机器啊、制程啊，都是你爸这样一点一滴学过来的，对，很有心呢。他爸就觉得说，哇，这个老师傅如果有一天就没有办法做了，这就失传了怎么办？爸爸下定决心。
把菜车跟老婆卖掉，没有，老婆没有啦老婆没有卖，我惊死菜车算第3代了。对老师傅第1代，然后传给爸爸第2代。哇，哇，所以你这样手工做，那这个没办法量化了。有时候连续几天天气不好，哇，那怎么办？有没有点存货？有好天气就稍微囤货一些。有一句话。好天爱欠好来牛，好天气的时候要了储备了下雨来的时候的粮食。哦，那我们可以去吃一下吗？可以，今天有准备面线。哦，太棒了，耶！你有没有看过一只猴子？看起来这个有汤哦！我现在不是食指大动，我现在是10个指头，蠢蠢欲动。帮我摇一摇。哎，那我要有汤哦。日晒跟非日晒有什么差别？主要它的 Q 性，日晒的话是慢慢熟成，慢慢的给它干燥，它不是说像机器那么快的干燥了。有阳光晒的东西一定会比较有口感。你讲的一点都没错。像我们在基隆长大的，只要看到太阳，赶快把棉被拿出去晒。当天晚上那棉被是香的。早期稻米的也是都是也是这样的哦。对。当这一口下去，真的是有阳光的味道，那种自然香，再加上他们这边空气，环境没有污染，我们水里就是好山好水。你看它是有弹性的，而且吃起来，哇，嚼劲十足，香、Q、弹、绵，好吃。我觉得越简单的东西越迷人。好吃吗？非常好吃。对，好吃。好，对，超级。这个太无敌了！你们做这个面线做了大概从88跟师傅下来，大约有60几年。我自己接的话，已经20-30年了。所以在这你也没有做别的行业吗？之前是在外面工作，哥哥先在家里帮忙。我是外面工作之后结完婚再回来帮忙，觉得家里比较温暖，就回来。也照顾长辈这样子啦，也顾得到家里啦。这是面线嘛？啊，你说做粗一点，它就变成面了。我们面干有分扁面跟圆面，还有锅仔条，它差在形状不一样而已。我们也有多种变化这样子。对，应客户要求。哇，我吃一下麻油的，我好喜欢那种感觉啊！可以再多吃。不好意思啊，我再吃一点点啊。我刚刚装的太大碗了，吃比较久一点，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吃面线。好啊，它有一种魅力，无法挡。自从跟你一起出外景以来，我很少听说你讨厌哪一种食物，好像哎。能吃就是福嘛。这是猪脚面线，因为那个汤汁是不一样的。对，口感层次也不一样。哎，真的超酷的哎！你煮汤面的时候，就是煮到都很软烂，但它还是口感很好，对，完全还是一样 Q 的 Q 度在。对。今天下午应该不会有其他的那个吃点了啊。这才第一个点呢。这才第一个点啊！早上暖胃嘛，太暖了。早时候人家如果顾胃的话，是用面线加那个古茶油。我那个又超好吃，很怕被我老婆看到。哎呀，吃太好了，你都在吃，你说你很累，累在哪里？舒服。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是在追求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吃得更好，吃得无毒。那今天我们又领受到了这个长寿的秘诀了，太感恩了。我就要讲一首，好，太厉害了。我们现在会在车城，然后这边有号称全台湾最美的车站，而且有个湖这么大，它其实以前是那个除木池，就是砍伐的木头有没有？它会开片，对，它怕它裂开或死掉，会把它泡在这个水里面。然后你看这旁边，因为它有翻修过，所以旁边有一些造景啊，有这个落羽松啊，而且我看整个山谷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世外桃源呢。对啊，风光明媚。然后我现在要带你去一个全南投最美的咖啡厅。那我要装美美的，对，而且很有氛围哦，它就落在这个湖的旁边，好有 feel。你看这里，就在这边。走，我们去找老板娘吧。在这里，你好，同学你好，欢迎你们来。刚刚我们从远远看过来，这里跟仙境一样，好，让我们这边请。哇哦！
起坐。哎，那是桌子哦，这是桌子。楚木是为了防止它开裂。哎，对耶，以前呢，我们的木头放在水里面，它其实比较不会坏掉。等客人选好了木头以后呢，其实也只需要一个人像划船一样就可以把它划动了，就不用很多人一起搬动它。这边的木材是什么种类啊？我们以前都做块木的，所以这边曾经装过很多国宝。的确哦，我们最出名的那个木头呢，其实是在东京的明治神宫的鸟居旁边呢，其实有一块牌匾，有说这个木头是从台湾的丹大过去的。哦，丹大林场。对，丹大林场。而且它树皮已经开始有一些风化，非常漂亮。而且它两只特别长、特别直，才可以做成鸟居这样子。的确，所以鸟居跟台湾非常有关系，因为第一代的鸟居是从阿里山去的，那后来还被雷打到烧起来了以后呢，第二代就是从这个丹大过去的。听下来都是历史。所以我们后来呢，这个地方大概有快要20年都没有使用。那后来长辈想说，慢慢把它改成是观光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花了好多年把这个地方慢慢的做出知名度来。因为其实以前只有做木材生意的人才会来。这是以前你们祖辈留下来的。对，好幸福哦！为什么我阿祖不做木材行？他以前做矿场的。哎，就在湖边呢。这边是一个办公室，那我们旁边看到的呢，就是别的办公室。那这个办公室特别好玩，是因为以前的客人有10位，他可以过来这边挑选木头。那以前爷爷又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就是说大家都抽签，那我们就从1号开始抽。那1号可以抽的木头是一个台车，装满以后就要换2号喽，就慢慢挑，挑到10号以后再回到1号。它工会让大家会有足够，就是第一轮大家都好的木材3，所以以前他们在这边要花很多的时间挑木材。所以这边整修已经几年了？大概超过10年。哦，有超过10年了。只是因为之前都只有做木材生意的人才会来我们这个村庄，所以每次我们跟人家讲车程，人家说啊，我知道，在屏东。我说不在屏东，啊，那难道在俄罗斯吗？就是。当年的集集线的最后一站。所以我们那个城是那个大稻埕的城，对，是一个以前车辆聚集的地方，因为以前很多货物都会从集集支线运送出去。是，它其实生活很重要的命脉。现在看到这个餐的颜色，就跟这里的湖光山色一样。哎呀，你的背景是 key 上去的吗？是绿 key 吗？对，哇塞，好像在画里面啊！真的，会觉得应该要再点烟雾啊，就像神仙般一样，迷蒙的感觉，朦胧的感觉。来，我看到这个是猪脚，好大块，而且它里面老菜脯哎，它用料很用心哎，这个成色看起来超过20年以上。这个是请朋友帮我们制作的，那他们的餐厅是必比登推荐的餐厅。而且这个牛肉还带骨哎，很少看到带骨的牛肉。对，因为我们想说要推台湾的一个特色，所以一定要推牛肉面。可是呢，牛肉面到处都有，都长得很像，所以我们特地选了带骨的牛肉。哇，那个皮的 Q 弹，那受不了了。哎，他是把你的牙齿弹回去啊。哎，那个好满满的胶质哎，太好吃了，而且我刚刚已经吃那个面体很有咬劲，然后呢要等它里面还有蛤蟆，把那个海味也带进来，老菜脯的咸跟那个蛤蜊的鲜融合在一起，那个汤是甜的，这个汤实在太迷人了啦。你的牛肉怎么样？带骨的牛肉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它是瘦的、肥的都在里面，还有带牛筋，哇，吃起来非常有嚼劲啊！随时都可以去上大学了，上牛筋大学。这么可以哦，我要瞬间变聪明了。面条很特别，是因为它吸饱了汤汁，所以整个精华也会在这个面条里面。所以你们特别找了很多师傅，分门别类的。像我看这2块红饼，这是什么口味的？那是一个传承第2代的汉饼呢，他们特别做的这个凤梨酥，做成粉红色，是因为我们现在做了一个艺术季，然后有一个特别的角色叫做兔妹，好可爱哦。对，等于是联名的概念。对，用心的是我们大家通常都会觉得说这个模子应该是机器做出来的，那因为他们是汉饼店嘛，是老店，所以呢他们很认真的请师傅去用雕刻的。你知道以前不是做那个饼有一个模板
板有一个木头的这样孔出来的，我们这些饼都是这样孔。那是很有规模的规模。对，很有规模的规模，没错，对，现在变成镀膜了。这是用手工这样一个个做，的确是用手工做的。哇，好费工哦。这猪脚好好吃哦。那你们量哈，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量啊。哇。那你们先吃，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边挺梦幻的，的确很梦幻哦，因为我们这边四面环山。如果真的希望有什么烟雾的感觉，可以下雨天后再来，因为它都会有山来，很像在雾里面这样子。没错。而且我觉得你这边四季变化，应该风景都会不一样嘛。对啊，最近刚好是落雨松变色的时间。这边有时候你吃饭的时候就把景色淡忘掉，但来这边不会，因为你就是这里的风景，已经被包围住了，你就是里面的一部分了。而且每一个小菜都很有个性，这个毛豆好好吃哦。还没有开始录影，终于吃一半了。吃一半。先客了。梅子呢是水里的特色哦。晶莹剔透，还有琥珀光，酸酸甜甜的，有种甜蜜的滋味。这个是茶梅哦，因为我们都有用茶叶下去一起去做腌制。你以过去的车程跟你现在长大之后的车程，在你的心中里，它应该是一样什么样的节奏？其实我小的时候呢，因为爸爸的关系，还有业务，所以我们都住在台中。那每一次回来车程都是过年过节，所以对车程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地方。可是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说，以前他们非常的辛苦。早期在台湾在建设的时候，很多工作他们其实是很拼了命。像说我们上山的这些卡车司机，他们以前的卡车是都没有门哦，是因为他们很多时候是太危险，他得要跳车。跟现在比较起来，就会觉得现在的台湾真的大家很幸福，太幸福，真的很幸福。我常常跟我小孩子说，以前鸡腿都要让给长辈吃的，现在是随便都有。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车程跟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长辈们留下来的这个幸福一直的延续。这是佛心来的，祖先留下来这么一个文化传承，自己花了这么多钱，造了个园区，现在是免费参观，所以要带朋友帮我们来加油。那一定要的，年轻人会很喜欢，因为这个太chill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把它打造变成是可以带着艺术一起去推广的观光景点，希望把台湾的好东西都推给世界的人，这样子。太棒了。你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哎呦，最近看剧本看太久了，我整个人都不太对劲哎。那你就揉你的哦，不好意思哦，我准备要来眯一下，拿出我的法宝。哎，小春，你是什么啊？我记得我上次在哪里也看过你戴。我跟你讲，我现在只要出外景，都是戴这种石墨烯眼罩。我们上次去埔里拍花甲，凯西就跟着我屁股一直问，这原来是什么？那是什么？我跟你讲。这完全是可以让你放松的一个法宝，因为我自己没有随便用东西哦，我所有东西自己都要测试过，我觉得 OK 才会跟别人分享的。我看你是不是很需要？我好像蛮需要，因为我最近这边都酸酸干干的，而且又要看电子剧本，越看越累。我跟你讲，这个石墨烯眼罩每次15分钟戴上去，让自己的眼周休息一下啊，有那个包覆性有多好，而且呢，你干嘛？我看包覆性啊。它升温升得很快，你会觉得呢？你脸这个部位，这个眼周这个部位，就好像有人这样子搂着你，紧紧的感觉就慢慢的放松掉。真的感觉这么好吗？我跟你讲哦，他做的这个 size， 你看我这个头不算小吧？不算，因为呢，他这样，他这样戴上去，它可以呢整个包覆额头、眼周。还有耳朵这边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休息一下15分钟，你那种紧张不顺的感觉就慢慢的舒服了。那像我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我就会不舒服，然后鼻子会卡卡的。尤其是出外景的时候，那种风吹日晒啊，我这样一整天下来脸都会僵，这样也适合吗？是的，人在讲哦，有这款镜头的人哦，你得赶紧使用。尤其像你这种呢，真的太过疲劳的，一戴上去，你马上你眼周这边好像有人在帮你按摩一样，然后它就慢慢，你整个人就舒服了。讲几波，你要试看卖不？紧张啊！紧张！你现在放轻松，深呼吸。可以吐吗？你要潜水是吧？放轻松，那个眼周这一部分是不是慢慢好像就解掉了？它的舒缓了。它的包覆性很强哎，它戴起来真的暖暖的。你这只能借我一下吗？我也要用啊！你不要那么小气好不好？那是我的法宝，你干嘛不抢走？人在哪？Joy。
帮他来赶快把那个信息连接给他，让他买很多。哎，你帮那个顺哥买，我直接现场买这个，我直接现场用。还我！不要！你看你带起来，我不听，你精神变这么好。小顺，你怎么感觉好像带着壳啊？佳佳哥哥，嘿，到了叫我。我们到车城老街了。哦，我要带你去品尝一个勾扎比的饮料。它以前是给伐木工人跟在地的居民喝的，然后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而且也传了好几代，看这个40年的传承了。哦，这个西瓜长得好长哦。这就是主角啦。啊，主角，这冬瓜啦。主角，冬瓜主角。哎，不能，头家伫咧不？哎，对哦，头家来，为什么这个头家啊？这头家牛工啊？你那叫有创意哈。对。哦，你这个打足久啊！哎，这超过45年啊。你第几代？我第2代，我即马玩囝第3代。一直个传承落去哦。是。哇！这些你看让我讲呢，奶奶的蜜芋菜、古早青草茶、青菜炒碟、冬瓜双 Q。我先吃个原味好了。好，阿哥仔，哎，你的爸爸，为什么要开这档？这因为咱农业社会的时阵哦，这大家食会起，俗个大碗个碗旗个会退火。碗旗的意思哦，满意？不是，那个碗这样子，它已经满到外面了。那个满意啊，满出来了，边边都已经溢出来，是碗旗。哎，水果有了，冰冰个袂跳江，是的。好来，哦，赞！哎，你知这当归里面练哦，爱诚心诚意。哎，对，这有感情伫这个内底。真的？这安尼是无感情的，不是啦，你吐唔到边啊？吐这边这边你看睇咧。哇，你看我，让我吐不出来。有啦，有啦，卖我别来，给吐落去。吐落去。啊，水啦，水啦。好，请问，来，我们2个要共饮一杯。没有，那边还有一杯。哎呦。啊，有食到古早味无？足赞的。好，我做囡仔吼，阮老爸嘛有甲人同家做这。哦，你老爸甲我同行啊？对。咱会使换。啊，到尾做蜜豆奶，啊，到尾袂加水，你看我厉害。安尼哦，我变化多多呢。愈卖愈大汤。哎呀，愈大汤。真的原汁原味，天然的甜。啊，这要安怎煮？当归看起来就拢安尼，看起来白青无味，是要咱变做有甜，啊，佮有这个当归香。较等下咱会当来实地的所在，我伫遐炒，哦，你看到真材实料的物件。当归是安怎做法？啊，是安怎炒起来？这个原味的当归香伫遮。这真正是咱学功夫的时机来啊！伊若电视无爱咱吼，咱两个人卖当归，分啦。炒当归，看，当归来。算店面伫遐，安尼厝的迄个制造工厂伫遮啦，伫遮做囡仔就遮大汉咯，做囡仔就直接大汉啦。囡仔的时代啊，哦，讲伫遮一山过一山去抾茶，你知？安尼啊？哎，唔是安尼尔，来，请你在遮来，抾茶起火，起火，来。啊，这是当归要切一条一条安尼哦。这我当归开始的时候，把迄个当归的皮甲温软甲抠掉，足薄的咧，对，足薄的，粗皮也抠掉了，再甲破开，再甲切落去串签，这叫做串签。啊，嘛是爱掺糖落去炒。哎，爱过掺。用什么糖？甘蔗糖，台湾的二刷，正港咱的。正港本土的，啊，炒偌久啊？这爱过点钟久才会当按啊。哦，他们昨暝就开始炒。哦，我今早我就起来等恁啦。安尼啊？你会知阮要来？我有新明一点通咧。新明1点通，这个比我较好转。当归会使做签的，要安怎分辨伊好较歹？是还是经产地还是安怎？产地嘛有关系，因为迄袂使伤淡的所在。比如讲，啊，伊个水质若较侪淡湿，安尼迄个当归炒，迄蒸好了，伊个水分较侪，伊就较袂遐香。是安尼哦。是。车顶这个所在有无？有，咱遮嘛有种迄个当归。有种当归。咱这个山区吼，较踏实，啊，个当归起来较会香。啊，咱这个所在发展，哦，迄个较早人真济。恁安尼，这个家庭有啥物变化无？跟着这个时代行。哦，有哦。早期阮迄个年代，阮是大人因，迄阵啊，遮啊个迄个工业也无，啊农业拢是靠着种山呢的这个香蕉，也是迄阵啊梅啊，安尼咧维持生活。香蕉梅子是主要产业。对。古早若无当归，啊要当归要去倒摕？迄阵啊爱去迄边平阳迄个西里方面。哦，粉林。粉林遐有一个大菜市啊。
啊，伊个时阵集中的迄个蔬菜较济，啊，要茎的当归嘛较济，品质好，你选错。哦，建议迄个形当归形。伊个当归形无毋对，迄爱长的，哦，伊爱生做长形的安尼。而且哦，爱佫有够熟，啊，迄个熟度有够的时阵，迄个当归炒起来才会香哦。哦。啊，如讲伊迄个熟度若有吼，内底迄个当归我甲破开了，伊会有粉。当归迄个内底有粉，有一个绵绵啊呢。对，无错，就是安尼。非常好，风吹袂倒。对。正经的，规只地啊全珍珠贝肉，互你做鸭肉，生活足辛苦。哦，迄炒起来才会像安尼自然香。哦，经过一段真辛苦的日子无？哦，有哦，因为这个物件吼，伊这有一个季节性。啊，若无产当归是免喏？啊，无产当归你就爱提早，爱炖火。啊，若无吼，你买爱这个当归就买袂着。别种的品质吼，你炒起来，同款遐水当归，但是炒起来袂香，煮袂出这个当归的香味出来。啊，怎啊？一直敲到足嚼的安尼啊！我迄个当归炒头皮炒尖好，放喺大饼底。啊，我爱用迄个甘蔗糖二刷，甲放喺这个当归的面顶。嘿，可以炒。我开始兄茶去。哦，哥，这兄茶呀！啊，我兄茶，我是什么茶？正讲的年羹啊茶。是要去到摕这个龙眼木？这有一寡迄个农民吼，伊喺每年的中间，伊爱淘汰，啊，咱就当采着迄个茶。哦，原因是安尼啦。啊，所以爱炖当归，嘛爱炖龙眼木。爱，拢爱。所有元素吼，袂当有一个细节叫拍算去，爱顾较顾安尼啦。就香的。这已经香味有啊。已经会使啊。啊，嘛会使将我食。来，天然的。试食看嘛。天然的上好。这都还佫小小的。好像在吃软糖哦。它像像一个果汁一样。啊，这是不是古早咱拜拜时阵吼，嘛有爱摆当归汤条安尼无？冬瓜条。迄是用熬的，唔是用炒。迄种起来的当归是干那甜，但是伊要炒要煮做当归茶袂煮哩，伊无迄个香气哩呀。哦。但阮当归煮起来，迄种物件你煮起来无香，干那会甜尔。啊，即马炒好了咧。我会甲伊放起来冷，再甲伊用真空甲伊包起来。为啥呛过来啊？我甲呛过来。哎，你不要掉地上，不要浪费了。我等你给刷过来。刷过来哦。我甲刷者。好，你稳哦。安全。开始好。这里有每一条都是心血，你不要想弄多，慢慢来。OK，去慢慢。哦，水哦。哎，一缸要炒几锅？上计我用炒2锅尔。啊，你有够用吼？有。啊，这边拢倒伊人客来，有外国的无？有。啊，外国的啉当归的，伊会讲安怎？伊讲哦，真好食。外国人也讲台语哦。会哦，伊讲真好食。伊无 good dream，it's a good dream。我看你跟恁太太你感情真好吼，哎呀，食到搭喙口安尼吼，好食到黏啦。啊，你是迄个自由恋爱，还是人介绍的？哦，我这有故事的了，敢要偏方者。哎，这有需要小可时间。我甲阮太太结婚用比迄个7月的时阵，迄个单位讲的闪电术搁较紧。手砍着，啊，囝就生出来。佫无遐功夫了，安怎讲着？我咧是人做媒人啊了。是。我甲阮某无谈恋爱过。两个无熟悉。哎，无熟悉。啊，今日相亲看一个。人介绍。啊，讲安尼好，啊，就决定落啊。了后是，我嘛无大家会面看一个。哎，嘛无看过，嘛无去约会看出电影。拢无。哦，啊，古早人。时的时阵尔。哎，古早人带这个某真冒险的哦。真冒险。哦，你的心脏很大颗呢。哎，恁某我去看者，哦，伊头规路嘿叫，人讲嘿着车倒了啊，这足注意。差点要带你走啊呢。真带你走就跟我走。啊，结果咧，东方花烛夜迄天。哦，迄个时阵尔，存做1礼拜就过年啊。有钱没钱，娶个老婆好过年。哎，你搁知影？啊，迄时阵尔，阮老爸是哦，真有智慧，教阮甜毋过，钱，我贴啊已经印好啊，啊，我是要甲带倒来的时阵，过年围炉咧。我到阮弟母过去哦，阮老爸甲说服伊讲，哦安尼哦，后头落来这种，刚带倒围炉咧。啊，一声。啊，阮某的时阵，因为我有咧搁做一项头路啊。什么头路？做啥？我另外一种的。你功夫？嘿，功夫皮鞋迄个物件。哦，皮鞋啊。用什么做？迄用乌皮咧做的。哦。哎，你功夫真好咧哦。哎，迄是正手工啊。这条头壳真好人，才有法度变巧，你们做这，你们做迄。哦，啊，这个了后，嘿，讲迄个时阵就讲迄个时间，已经大到围炉咯。哎，啊，怎讲拖倒来？迄个时阵吼，介绍迄个人讲，啊，到5点要到，你嘛莫搁做啥事呢？啊，无法度，啊，都一个人，员工拢转去啊，我就落去，我就
好啦，然后放来叫客人吃就来甲食，为倒位转来。对水里来甲食。哦，啊有迄个盖头无？看起来拢拢无看起来伤柠檬啊！阮某嘛无穿礼服的。啊无，行一个我嘛无穿西装。我嘛无穿衫，我行一个。哦，啊，怎迄暗时变做夫妻啊呢？啊对，那叫好用的呢。他以前的都是有父母亲做主了啊。啊！你过年迎灯的时候看到恁母，现在心中啊咯，蹦哒哒蹦哒哒蹦哒哒，都强诶，啊，拢从来不开讲，唔捌，啊手牵得紧张袂，哎哦，你说，啊，迄暗就东方花烛夜吗？是啊，稳对啊。你头到5点要去上班，暗时9点互你塞入去房间内底，后尾拢冷去，这个见面尔呢。啊生几个？我生4个，还有一个查某囝，过来3个拢15个。先开花后结果。够用诶！哦，啊，这出面头个拢拍婆啊，啊，拍无啊，啊，即摆迄个后生看头看尾，啊，伊即摆有接你这档对。有啊，有啊接啊。啊，好，咱来去看这少年到底变什么棒。好。现在这是小凡，这是媳妇，这个部分是你们这一代慢慢研发出来的一个内容。回来接手之后慢慢试出来的，因为我发现冬瓜的甜比较轻，芋泥加下去之后，它的口感反而变得会更完整。原来是要有个东西来跟它搭配的。但是你在那个之前，你有没有找到各地不同的芋头？那个芋头，对，都试过哪里？大甲芋、高树、苗栗公馆，因为它有在湿地种的，有在旱地种的，是。台东都是旱地的。啊，这边的特色怎么样？口感 Q。哦，可 Q 啦。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糖跟这杯高粱酒，这先喝一杯再开始做吗？秘密酱汁，竟然它是这里面的灵魂。不能公布，但是可以先闻一下味道，让我偷偷闻一下。不能讲，对，糖不能讲，观众朋友一定会写进来问，越不能问，他们越要问。那我们只有一种答案叫做不告诉你。告诉你，好，第一个步骤要怎么样？芋头角先把它捣碎，捣碎，捣成泥。刚刚我们一开始看到它，我以为骑马的一个马凳有没有？脚伸进去，骑马的这两脚真的，那是要搅的啊。这下面是有水的呢，一点点，这个比例要拿捏的刚刚好。所以你也研究了很久，是失败率怎么样？前面丢掉蛮多的。哎呦，你看哪个左邻右舍吃啊？研发多久才把它完成功出来？大概1年多哇，，也是要1年多哎。那一年你们很沮丧，有曾经想要放弃，是什么样的灵感让你的转念了？因为我想要让年轻人愿意喝。所以呢，研发也要快，要不然你本来是年轻人，等你研发好了就已经中年了。而且它只有1年，你会研发之后会有芋头恐惧症，吃了1年的芋头。还是第几个媳妇？最小的她从哪里嫁过来？新竹，是她同学吗？对啊，认识的。还是网络上我们认识的？没有啦，没有，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啊。哎，这一听就知道有点年纪。对，没错。然后现在呢，要遇见你，要怎么样遇见呢？秘密酱汁，秘密酱汁，秘密酱汁有顺序的绕一圈，这个很难再一圈，这个很难想象哎。有感情一点，这个怎么会突然想慢一点，慢一点。要加这个啊？这个配方是怎么想出来的？我有去问过很多老一辈的人，传承了哦，这个你说自己发明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你看这一锅这么大锅，它就这么一点点，一底就已经影响了整个口感了。这样就可以了。真的吗？好，还要你说这句话，对要不然我们是有点赶时间。好，我们再来要加2砂了，也是要这样子慢慢压进去。豪迈的把它倒下去，好，开始搅，开始疯狂搅拌，倒到那个2砂融化，看不见2砂。然后它是会发酵还是怎么样吗？不会发酵，它糖会慢慢融化。溶解在里面。对对对对对，就完成了，对不对？就完成了。然后它要跟其他的饮料怎么做呢？加我们家的冬瓜茶，所以你刚刚讲说冬瓜的甜比较淡一点，对，淡一点，轻，芋头比较浓，浓一对点，，所以2个 mix 在一起就会很完整，刚刚好。就像我跟我老公一样，是哦是哦，哦，就生了3个，完整，完整，完整，对 perfect。 ，perfect，哎对。呀，那你们这个冬瓜茶，我刚刚看蛮多种不一样的变化，是你们自己我研发们回来还是之后，慢慢的把它试出来，试到现在的年轻人愿意喝，那爸爸有没有上一代的坚持啊？有什么角度要跟他们修炼啊？没有到修炼啦，就是会跟他沟通，沟通对对对，说我们这个产品你 OK 吗？你要不要喝看
看，会先经过他的嘴巴先测试过。因为我觉得你婆婆跟你公公好像都还蛮开朗的哈。是。好了，颜色上看 OK 哦，很漂亮的紫色很芋头，哦。很芋头。然后你可以稍微靠近一点闻，它那个淡淡的芋头香、麝香。真的有呢。对，所以这加上我们的冬瓜茶，客人喝下去就是觉得哇滑顺。听说他不只是在饮料上面下了功夫，好像对烹饪也下了功夫。是你们家有不一样的吃法？比较有家的味道，回家的感觉。哦呦，被他这么一说，我们住在台北好像都没有家的感觉。没有回到家过，还在流可以让你浪。们有回家的感觉，好，有家那的味道。我们今天在车程呢，我们去找家的感觉。哇，这叫车超了。对啊你要娶新妇啊？三个拢娶哦，马来弄错啊，弄错厉害！这个欧鱼哦，来，新喝法，安尼用直接啉，伊用打到你在拉拉嘞，没有免，嘿，直接食到口感。冬瓜遇见你，有，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说充满了人情味的。哦，对，哎，它也跟仙草搭配呢。台工这些新研发都要先试过你的嘴巴 ，OK 的才能推嘛。因为当归贝啊吼，较早少年时哦，叫做批下节啊，开批店的啦。嘿，他说恁某安尼沿路一倒哦，我再讲算钱袂使开钱啦，算爱摕去用啦。啊，这拢袂使讲，这袂使讲诶，你拢讲讲啊，啊，拢甲你讲，嘿，就好像他媳妇讲的，因为冬瓜茶的甜跟芋泥的甜是有轻重之分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完全的吃到那个绵密的芋泥的覆盖啊。哇塞，它那个芋泥超绵的哎。他刚才讲大甲芋头比较湿润，我觉得你很适合吃这个。你在讲物件哦，人感觉枵，就是讲好，愈食愈香啊。啊，你食到安尼哦，大家拢做油煎安尼。哦，水哦，好食，甜香啊，啊，甜。听懂吗这句？猪什么？安尼，甜香，安尼你这句话爱个补习。甜香就是讲安尼吼，较早的时阵啊无法度种植，啊拢总无落雨，袂当收成五谷，啊就叫做甜香，就拢种物件起来，无当收成好来食。啊你食到迄个物件就哦真稀罕。无通食啦，无通食公棍啦。结果无食饭，看到物件呢，甜香安尼哦，刚刚经过那个饥荒这样子。我还有点饿啊！啊，再来，来，这项其实就是这个内底，对，啊，无共款的煮法啦。无共款，这吃原味，食到两个所在，咱要做大家的蚵啊，仙草就是要做关西的仙草，因某的关西人。哦，啊，台湾上好食就是关西青草，唔对，因为迄个天气适合做迄个物件。它这个口感是绵加骨溜，超级的啦。这两份甜粉来吼，规工拢坐伫恁家。啊，我就该邀请来啊。因为你仙草要加一个滑顺的口感，很好入口。大概蚵仔带着关西仙草，啊，剩伫咱车城过日子。水也对啊，安尼无唔对啦。这个猪吧，甲当归什么关系啊？迄就是含当归落，才迄个口感才会出来。真系假的？哎呀，食过嘛，我真正没食过真的。含这落去控才有出味啊。当归藤哦，你要吃一点肥的，因为它听说下去控，它那个油花会化掉。这要控老久啊？这阮师傅会控的，我唔知影。你要听到一支电话无？控肉控头，控豆腰，八豆腰，不对，那个肥的特别好吃，我都已经喷肥了。这好适合配饭哦。入口即化，而且它那加了那个冬瓜糖，更有古早味，不得了。这个有在卖吗？这无，无啦，伊遐会煮这出，就是讲叫人起来再买当归糖，等去家己卤。对啦，算唔知你知道？那是安尼哎是啦，哎，很厉害哎。这当归糖等于就当变做较好食来。秋雨，买一包冬瓜糖回去卤肉啦。我有拢唔敢想大声，迄人去乡话叫伊吼，人家就讲，倒去，我咧话，叫伊起来买安尼啦。啊，这一家一家有咧栽培。有啊有啊，哇，这个肉非常嫩啊，太满足了。我感觉一个所在水，除了风景以外，这人的心肝好，这个所在咧正能量，上好的气质。咱所有人起来，咱就照起工，安怎做生意，大家食得欢喜，迄个回头客才济。啊你。批的卖到几岁买卖？50外60。啊，这嘛几岁？这嘛80娘娘。80娘娘。娘娘。我以为80娘娘。啊，问题讲哦，祝福咱当归伯啊，当归嘛，当归子孙大拍尾，感谢。大赚钱啊，幸福富贵拍拍。好，大家谈啊。赞哦，赞哦。
哇，这个环境看起来很有 feel 哦，一个小市集耶，好像是一个很立体的。这边呢有2层，那边呢有一个廊道。他们过去那个车站的骨架没有拆掉，他用原始的骨架，然后做一个装置的艺术，这样子，哇，很有 feel 哦。应该是非常整体规划的，包括灯啊，包括整个建构。因为他们这个有个新的团队，是去年来这边做一个整合，整个重新再装修，然后入驻了很多的店家，然后听说这边有吃的、喝的、玩的，样样都有。而且听说这边有个蛮 special 的剥皮秀。是剥皮辣椒秀 ？No， 不是。但我们看剥皮秀之前呢，我们先去吃一个蛮特别的东西。旁边这家木瓜工坊卖木瓜吗 ？No， 你猜？吃木伦吐司。这么厉害？对，这家老板在里面。哎，老板你好，欢迎光临！哇，好特别啊！各种颜色元素不一样。这个叫做枸杞木瓜，这个就抹茶红豆，这个特别要介绍了，这个就是枸杞美眉，什么意思？蔓越莓、蓝莓、双莓，对，双莓啊，这个就厉害了，这个叫三叔叔地瓜，3种颜色，紫的、红的跟黄的。我们做这个木伦吐司是它有一个这样的谐音，叫做有土司有财。我们这个叫做木伦吐司，就是带财回家的意思。是，对，这个时间来，怎么的时间拍摄电话来，行李订单就来了。我不在意啊。好，来拍摄。然后呢，今天我们等一下可以请你们吃一下，这个真的是我们在地竹山的地瓜，从田里面直接挖出来的。你看这整条线，每一个城镇呢都有他们自己的单行的最棒的东西。哦，那边有地瓜，这边有竹子，那边呢有木瓜。这个木瓜哈，这个就是它的原型，对不对？对，我们就是像一根木头一样，拿起来孩子不乖还可以拿来打它。哎呦，没有不打它，就是说把财带回家，因为这是木头嘛。所以我们一直的谐音就是希望能够结合我们的文创跟我们的木展馆有财。那我们可以吃哪一个？当然都可以吃，来先吃一下这个好了。很厉害，然后觉得在地的食材。我来讲，全台湾第一家，因为有木伦蛋糕，也有木伦饼，啊，但是没有木伦吐司。很绵密哦，很绵密，很有咬劲哎。犀利，它跟一般的吐司跟面包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口感的皮会比较脆，如果有烤过夯鬼哦，皮就更酥脆了，越嚼越香哎。对，重要是我们其实做完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我们买完单之后，这边有一个叫做祈福棒，祈福棒要干嘛呢？是从客人的头上敲下去，不是，是你给我敲，叫一个祈福的钟声，讲一个，它大力来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的是我们祈福的整个流程，就是把木伦吐司把财带回家，好有意思哦。没有，因为我们要做一点小小的文创，今嘛所有的观光景点差不多千篇一律，一定要有些变化啦。对，所以我们这次的木展馆，听说待会要去看剥皮，对不对？Special 的。哦，那个做 special 的，全台湾嘛是弄第一的。待会去王彩我来这剥皮，我们都是谐音梗。恭喜在木瓜嘛是木瓜牛奶哦，木瓜的瓜是木头的木，瓜是瓜牛的瓜，就是一步一步往上爬。因为我们的烘焙，我们的所有食材都是急不得的，有它的步骤啦。第二所以这个谐音就导致了我们的木展馆都跟木头有关系，太厉害了。了解。那个枸杞看起来很好吃呢，搁加落去来，绝对爱吃的啦，妹妹。啊，我讲妹妹好啊，你们讲妹妹，你讲妹妹拢会使，啊你拢吃无要紧，吃较等的拢是要互恁吃的。等一下我会请大家讲个888，把财带回家。这个生干爹，这个哦，这个很有口感，而且这个枸杞够把揪吧，枸杞是黄的，所以它是金黄色的哦，对，就是搭配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口感。它那有赞的哈，酸甜，今天在这一站呢，又得到了很多的财产了，回去要跟大家分享哦。哦，电机的，其实嘛，我看到巴豆要买在家啦，我的黄金塔啦，这跟一般的蛋挞都无同款，我看可能您都容易啊。它有加什么料？急的山椒、金椒、山椒，靠那个山椒，绿色那个，但写了以后，我们把它切弄到里面，然后一般蛋挞的跟它更嫩，对吧？那我们就不啰嗦了。我看起来这个，啊，你加了几根那个，一直加了鱼，加踢，不，我够了，啊，你有够了，我够了，你有够了，啊，你一赞嘛，真的，这就是黄金塔啦，也是我们这个招牌的特色啦。
你是嘉义人吗？我是新竹人，我以前也做唱片，也做唱片的。我也上过你的节目。哦呢，我叫做 Happy， 我的乐团叫做543。哎，好像有这个印象呢。我20几年前请回曲，然后你们来掀我的裙子，好了，那个是曾经过去的记忆，叫做 Happy 543。但我觉得你现在人生没狗戏啥，起码得6、7倍，一路往上爬了。感谢顺哥 ，OK， 谢谢老板，谢谢。那我们就往下一站走了。有空再常来坐坐。小柯师傅，嗨，大家好。Special 的剥皮秀在哪里啊？在开始剥皮秀之前呢，我们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台车。在我们早期，就是我们制作木头加工很重要的一个机器。好，那我们的木头运送木材的，对，我们像这样子的原木，上面有钩子固定，把木头挖住。哦，那这边呢有一个很大的 size， 就是呢木头进来之后，它有多大，它就可以这样把它勾住。哦，就咬住了，然后就往前面。它那边有个锯子，它就在切片用的，对不对？没有错，哎，做出来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家里的实木的桌板，或者是说脚材类的产品。哦，哎，就是用台车加这个带锯机来进行加工的。所以我们家的移动去那边，没有错，锯它，模拟一下，可以发挥你的轻功啦。哎，速度！哎，到站了！过头了！哎，可以了。他那边就有那个大哥，另外一个师傅，那个木头就这样切过去这样子。哦，那我们看到那边有木板。哦，一块一块的。哦，锯成这样子的。对，就是锯成像这样子的板。板。现在我们要去看剥皮秀了。这一堂下课。对，向左转。切步。是。哎，但是那个码头在哪里？那我还在启动喽。没关系，我们这里打开好了。直接打开。没有，这边打开就好了。哎，味道好重哦，真老啊，非常浓哎，这不知道是什么章，刻章。也算刻章啊，真的，因为它可以除虫啊，防虫，放在家里面也多出一点的芬多精。小师傅，哎，哇，很脏的哎，没有错，这等等呢，就是我们剥皮秀剥下来的样子，那就是我们的成品。哦，哎，那等等呢，要请你们帮忙一下，我们把这只木头架上去这个剥皮秀的机器上，这就樟树了。没错，这就是我们台湾香樟。后面那一位博士是？后面那位是我们的老柯师傅，我们是有父子关系。然后我们第一步，我们先定个木头的中心点，我们等等呢会用这个顶针顶住固定在上面，所以我们先找到这只木头的中心点，做一下记号，做个记号。哦，等等我们先好对。好 ，OK， 好，那我们等等我们两个一起搬。对，不用花那么大力气。对，我现在只在行使我的念力。好，上来了。今天天气的关系比较不灵，还是麻烦你。这个多重？这个应该有个30公斤左右。哦，试一下。哦，放下来，小心手。现在这个木头的取得要去哪里取？这个很多都是风灾，或者是说我们军用的基地、公有基地不要的树木。要不然这么粗的哇，现在很难找到，对。等等，不要剥皮秀前，我先帮你们回顾一下我们这边的历史。我们呢在拍摄的时候回顾历史会这样，噔，哇哇哇。然后再回来，再回来。对。OK， 这个地方叫做车城木业展示馆，在过去大概60年代是一间叫做正昌木业的私人的木工厂，所以你们可以开头看一下，我们这个场馆内都是一些旧的木造建筑的痕迹。那种梁是杂巴的吗？没有错，我们这下面的这都是杂巴的，所以因为这是一间真正的工厂。像我们刚刚体验的这个台车跟带锯机，是都是当年留下来的，我们把它重新修复过，变成可以用的。我们正昌木业它的木头是从丹大领到我们南投县信义乡靠近花莲那个地方，砍树之后就会运送到我们车城这边来，所以我们整个车城这边都是当年的木业种植，它的木材就会在哪里进行加工？
就在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哦那这台机器，这台叫做旋切机，就是我们等等剥皮秀的主角。当年呢，这台机是在做什么用的？哦，切板子。没有错。我们等等切出来的皮啊，你在早期就是我们制作三合板的一个很重要的材料。曾经有一个年代，三合板真是拿现金来排队的。没有错。因为呢，不可能再用那么大材的木头去做隔间啊，做什么？所以就是用我们等等剥出来的皮来去制作这个三合板。我觉得你在家里地位应该蛮高的。是这样子吗？你爸只是你的助理。没有，不敢这么说。爸爸很谦卑啊。OK，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剥皮秀。请爸爸示范。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将原木把它夹紧。那夹紧我们使用油压系统。然后我现在开关了哦。好。大家对一下，看是不是有精准哈？好，降下你的这个铁架，用降下的来，降到底哦。那欢迎2位贵宾啊，接到那边，那我们脱一秀。那我们首先要剥皮之前呢，我们使用金属探测器，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钉子啊。对，因为有时候会把刮刀弄坏。是因为它可能是路树，动不动就是定这个看板，然后检查我们稍微让它移动一下，如果真的有金属反应，它就会叽叽叫。就像这样。对。它是滴滴叫，不是叽叽叫。是滴。说真的，以前这个路树呢，经常有很多人在上面晒衣服了，干嘛在上面会叮咚叮西的。好啊，那我们检查一遍之后，应该是没有问题。应该是 OK。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来剥这个木皮了。好，一口以上锯几层皮？这个是看它的圆周率。那我们现在后面有一个刀台，里面藏着一支很长的刀，就是控制我们剥皮的一个关键。这个角度要正确，才有办法把皮剥下来，要不然会刮不下来。对，那因为早期这个是做合板的，所以它的厚度这是可以控制的，有规定的。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剥0.2公分。Action！而且现在我们整个气氛呢，全部都在一个精油的状态当中。对，等一下剥出来之后，你会闻到味道相当多的芬多精，开始有点嗨的感觉。已经开始吗？它会先剥到它的表皮，因为它阔叶树树身不是像针叶树那么圆，所以它会先从最凸的地方去先刮到，对。但是我们剥的其实不是表皮而已，我们是剥它的肉。开始有刮到了，有开始。它就是像夹层一样这样子的，慢慢去慢慢削。这些屑还会拿去炼樟脑油吗？是，没有错，我们集中起来。对，我们把它做炼精油，蛮疗愈的。对，那这颗原木呢是比较干燥的，大概放置有半年以上了。那这样油会不会挥发掉？它表面挥发的比较多，但是越往中心它就越香，大家可以检验掉闻一下味道。好浓哦，它甚至已经有凉感了。太秀。好，我先停下来一下哈。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木皮卡到了，所以我们要清理一下。它比较厚。对。你看这个，刚好是一只手，厕所往那。那我们继续喽。继续。好。我们木业展示馆最主要是推广我们的木业文化，因为厂里面有这台机器。对。也加上我本身就是做我们国内的这个木材的市场，然后我觉得这个樟木这个味道呢，非常适合在这边展现给大家看，所以我就想了这个构想。你是一个工程师？对，我是木业公司的经营者，也是学校的木工老师。我们台湾的每一年到外面的那个技艺竞赛，我们的木工，尤其做那窗花啊，或是那椅子啊，都是世界冠军级的。是，对，技能竞赛，对。来，我试一个给你。所以老柯师傅，这个剥皮秀应该算是全台第一个吗？是，也是唯一吗？对，唯一的。哇哦，好有厉害哦！其实我的反应跟我的脑袋差不多，好像书卷啊，就像蛋卷一样，它卷出来。对。会不会越来越重啊？顺哥师傅一点都不输我。来，换你了。很有趣耶。老柯师傅啊，在当代呢又找到另外一个展现的空间。对。展示给游客看。以前做木业都很有钱的人。现在是很辛苦的。切是可以切多小啊？最后只剩下10公分左右。拿出那个芯这样。对，就这个芯这么少。它现在那个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做杯垫。对，而且它很香。哇，在泡茶的时候，因为那个热量会让它的香味散发出来。老柯师傅换你了。OK， 好，撸来撸去，这是我的招牌姿势。招牌技术。因为我们的游客会从上面看下来所以我们从这样子放，游客会看得很清楚。这样子拉很高，好香哦。对，然后再照到这边，然后
快速的卷上去，然后再拉到后面去，让人体验这种非常疗愈的动作。好哇，而且它的气味是很温和的。对，好棒哦！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丢丢堂这边，他说不能画的太复杂，现切能够帮你切就可以呢，送给观众朋友。对，你不要画的太直角，稍微圆弧一点，这样在切的时候会比较好切。它可以做钥匙圈吗？对，我们把它做成钥匙圈。可以了。哎，勾追哎，可以吗？ OK， 这样子没问题。行，我来看怎么样可以。好紧张哦。看你要是复熊哎，还是被触鼻的。开了哦。好，我们的刀子呢，它就是朝前面的。还要抓得很紧吗？稍微压住，压住一下。压住。要先切一个洞进去，对不对？就跟那角都会赶快。好，可以顺着它的转吗？对，顺着它转，在切的时候。对，它转右，对。好，先不要急着切，先转。对，好，很好。 6、7厘 ，OK， 好，一学就会，超厉害，很厉害，很有天分。哇，怎么会？因为我们的刀子是往前面，所以我们给它转来这样，我们可以先往这边切一点。那磨平完之后，我们就用这个钉子把它锁进去，再用这个吊起来就完成啦。 送给观众朋友呀，星星耶！樟木的钥匙圈很香，放在家里面的这个除虫，而且除这种害虫，有没有？而且2026年的1月，集集线他们就通车了，因为呢已经停驶了5年了，集集要进来的车程只要一小段路而已，大家可以来这边来看剥皮秀，对，还有体验的 DIY， 对，亲子活动都可以来玩的哦，对，太棒了，耶！下来嘞，出发啦！ 来到这个水里的传统市场，你是不是觉得很 confused？ 都关了呢。我告诉你，正好我有一个老朋友，他在这里算是年轻一辈，非常活泼，然后串联了很多能量的。小董哥，小顺，好久不见。看他穿着就很活泼了。佳佳哥哥，你好，你好，你好。小董老板他是一个很热情，而且他的微笑永远是微笑哦，他没有其他的表情哦。你看，生气，吓我一下，生气。 都这样子，我在生气。他们家除了呢自己的餐厅之外，他其实公司就在楼上。那平常把在地的小农或者有很多的生产的什么物件做一个串联，外地朋友来这边找他一个人就对了。团结力量大，是。而且我们今天有看到这么大一个便当，就在2026年1月，火车就来了。你注意看，闹铁狼讲的便当夹在大来，各位进来朋友。希望他吃完，下次再来。然后把剩下没有吃完，继续把它吃完。哎呀，哇塞，里面还有一条鱼耶！ 想到水里要想到鱼，鱼才会在水里面。厉害，想法好。你看那菜包呢，龙须菜、木耳、香肠，我这样就不得了。因为早期以前水里叫小台北，长大之后回到家乡之后，发现这些都不见了，连便当菜的味道都不见了。便当在，现在产业不见了。这个以前大家这附近都是干大事业的因为都伐木很有钱吗？开玩笑，跟9份一样啊。以前的海边抓到好鱼，先送9份的。其实小树讲的太好，你说繁华，所以以前这边很热闹，早上热闹，工人的时代是，所以晚上也很热闹，夜生活的时候。你说我夜生活，可我们现在才6、7点来，都已经没有人了。对，静悄悄。 所以我们才要做一个伐木餐盒。我们希望你来到水里的时候吃这个伐木餐盒。我们先让你先了解水里的在地的故事。以前的木业呢，整个就在这个周边，木材厂的老板都来这边来看木头啊，都有机囊啊。这边以前有很多水里的台积电，就一些牧场的员工有将近超过1000人以上。哎呦，哇塞，超多的。林业禁伐之后嘛，所以才慢慢转型成观光。所以我们希望你来水里的时候，等于吃这个便当，就会想到水里以前的小台北的故事。而且呢，最好是找几块那个樟木的木头啊，让那个味道呢能够沁进去。要闻一下吗？哇，这是煮的。又被他骗了。过去这边曾经有梅子产业，满山遍野，吃不完怎么办？做约翰嘛，做酱，还有就做梅子、蜜饯那些有的各方面。所以这边过年后就会产梅子，所以大家就会吃青梅。你吃你的青梅，我去编我的竹马。好。
青梅竹马，这样才能变成一套啊！真的，所以我们等一下做青梅竹马 DIY。好哦，好，马上出菜。来到水就是要吃鱼，所以我们要做它的灵魂，梅子酱。这条鱼真的很幸福啊，在它追了1里路，竟然还有这样美味交叉。小顺拿一个锅子给你。好，第一步最难嘛，我们要先开火。这么难啊？太难了啦！太难了吧？好，可以关火了。我们只是先看一下那个火是有没有坏掉。你整笑了。这边都是我们水里的水。给供哎，给供哎。给晒樱桃多。水里最多看低，这个是我们跟信义的梅农买青梅哈，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做法，然后把它变成非常好吃的话梅。那先问。好，我们先加第1碗。开火。好，我们稍微等它滚一下。好，滚一下好。请问多快滚？要跳1首歌左右。请问一下，来。有点啊，不能乱唱哦。好，我乱唱。那我决定把火开大一点，所以感觉是有点温温的。是，把梅子放进去啊。好，要搅一搅，要搅一搅。从事这样的行业从事多久了？我回到家超过10年。从哪里走回来？走了10年。我从台北走回来的。当初去做什么？当初就是去做协会的工作，为民服务。对，所以回到家之后继续为民服务。继续为民服务。对，那开始就加2砂糖，我们加5匙。无耻了，来这么无耻啊！一样，再继续跟他培养感情。然后那个糖就千万不要给它盖掉，试一下味道，看味道怎样。这个烫你来试。好，让我先试一下。哇！如果不敢试，有没有看的？有咸甜的。那我再加一点盐巴。哎，你可以这样子。这样吗？哎，可以这样子。太过！然后现在锅是小顺的，然后再试一下味道，看味道有一点不太一样。出不赢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做梅子酱嘛，它看起来就有点淡的颜色。我知道，加酱油。哎，对，一点，就有点变色就好了。现在已经颜色接近金黄色，希望大家今天看到这道菜，财源滚滚，财源广进，金银财宝摸大听，报名要唱歌给你听。对，然后再就最后不是勾芡嘛，好，来，然后在这边加边拉，慢慢把它滴下去，好，慢慢拉，像小顺这样子。很粘稠了，这样子追90分。好，开始关火了。我们我都没有开过火，都没有开过，我帮你开点火。搞了半天，那边不会滚的，难怪它是稠，什么都没有。对，现在变太稠。梅子羹，然后包括小董哥。好，这样差不多嘛。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开始就是要把它淋火，就是用汤匙慢慢把它淋上去。那我帮你拿起来，这样比较好淋。现在这一盒到底等下谁要吃？你那只汤匙已经试过多少次了？你有试吗？所以我等下会有新的汤匙。哦，不太一样啊，酸酸甜甜的，很开胃的感觉。有讲跟没讲一样。有啦，有。是直接这样淋吗？这样是太海派了。怎么用你的？这样没有淋喽。好淋。你，其实刚刚我是有用那只汤匙。还要一颗梅子吗？可以，因为这是我们要吃的便当嘛。不是你吃吗？啊，我吃可以。太厉害了。他们家的不是只有这样子，从爸爸那一代呢，创造出一个不可被替代的味道。他们家的什锦面曾经是冠军什锦面，当年是得到什么奖牌？什么冠军啊？东区客家美食。你讲到冠军什锦面，我就好想吃了。其实呢，我们也要恭贺一下我们小董哥哥，因为他一直在这边倡导年轻人回乡，然后把自己在地的食材、小农等等都能够复兴这边在地的文化。现在有多少人在你的协会里？5个正职，5个，我有50个哎，5个正职。那你就是鲑鱼回游的那个？他们说就是种子。所以到底这条什么鱼？黄鱼。现在吃的这个地方啊，这边也就是摊商丢垃圾的地方。那这个区块，你把它整理。所以你看2侧嘛，都有放一些水里的老故事。我们希望大家来这边买菜之后，停在这边休息一下。对，顺便了解一下水里的历史。这边有4层楼的空间，所以早期这边200多摊。那现在剩几摊？现在只剩10几摊而已。所以我们想说，青年从这个地方开始创业哈，所以我们这边是青年回到家乡的第1站。而且刚好因为通车，人潮又会再回来。对，所以我们觉得现在刚好是达到时机点，所以在通车之前呢，刚好把市场把它活化起来。那呢，我们现在从这个冠军的开始吃了哦。什锦面最厉害是它的汤头，所以要先从它汤头先吃起来。这汤头？对，你就这样子。然后呢，猪肝一定要1块，面里面就是要有一个猪肝，那个汤头哇，那是甘甜到一个，好厉害啊！机关枪啊！哎呀，这猪肝本身又有嚼劲耶。全部食材都来自于这边的水里市场。
这什锦料很满哎，这陈烧哎，所以叫做什锦有3大元素是很重要的。第一，猪肝、下水、猪肉，这么干，很有咬劲，很有咬劲。而且我发现中部的黄面比北部的黄面呢都好吃，而且很有嚼劲。因为北部的黄面大概是咬起来比较软嫩的，这个就有点 Q 劲的哦。水里有制面厂，都小小间的，然后都做黄面，因为这边的水比较甜。是哪里的水？2坪山的水，还有水里系的水。那边的冰棒都很好吃的，好，很好吃。我们从小吃到大，从1块吃到15块。我觉得我下次到水里来还是会找你。这个什锦面太无敌了，太无敌了。那再来就是我要试试我们这一道恋爱苦瓜，满满的梅子味，有点酸甜苦，哎，它是很清脆的口感。对，刚刚不是有做那个梅子酱吗？如果在还没勾芡之前，可以就是浸泡苦瓜了。它是酸甜的，然后很可口哎。我们当初研发这道菜的时候，我们把它做的比较甜一点点，它又带有点苦味，然后让大家慢慢去认识苦瓜这个味道。我觉得它很脆口，但没什么苦味，你只是吃它那个苦瓜的那个脆度而已。很多人说啊，为什么这道苦瓜不会？是把里面那个蘑瓜掉。哎，厉害，手术真的是非常聪明。我不是聪明。我去的地方看到的苦瓜多了，好吧？苦瓜它这是一个很好的食材，它那个降火，它有很多营养素的。甜牛肉好吃，黑胡椒是非常重要的。有的黑胡椒哦，它没有黑胡椒的味道，它是给你打招呼的。有一个胡椒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你直接跟他打招呼，嘿，胡椒。我会教太多东西给你，不会，我回去你就把这套拿去做另外一件。有，可以。我就研发做更多新的菜，重新复制了更多新的菜。真的，哎，你这个牛肉应该看起来蛮嫩的。这是爸爸最早期的招牌菜，超嫩的。因为爸爸以前在工厂工作，去台北跟那个师傅学的。因为蛮重要的是黑胡椒那个味道不会盖过那个牛肉本身的鲜味，所以这家是我们的超级招牌。厉害，就是老饕客都必点就是那一道菜。吃牛有什么部位？还有肉素吧，那个里脊，里脊。它是经过749天提炼再提炼，萃取再萃取，最后留下这个颜色从哪里来的？经过749天颜色留下来的嘛，大肠嘛，它颜色比较白色嘛，所以我们用酱油，慢慢去把它上色，甚至有那种烟熏的味道，慢慢把它上色。这是跟鲨鱼烟放在一起吗？对，先炸过再腌。哦，很香哎，这味道很浓厚。所以你看我们家每道菜哦，除了可口之外，重点是颜色是最漂亮的。先吃梅子嘛，对不对？我跟柯哥，哦，哎，有点酸哎，所以直接吃鱼肉才是对的。我是被你骗了，是不是？哦，这个鱼炸过之后，它的各部位，你看它有切刀，让它每一寸肉都可以跟酱汁 mix 在一起，然后有点焦香，再加上梅子香，咬下去。我被你骗了，我应该先吃鱼肉的。先吃肉，然后再一点汁啊，这个汁是它的灵魂呢。这个汁就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所以我们学的梅子汁回去大家都变名厨。因为鱼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鱼腥味，但那种下去的，它完全把它消弭掉，它身上有一点梅子味。也是去腥用的，是发霉的霉吗？好吃，我觉得超好吃哎，这很配饭。这我一个人应该吃掉，你听懂这个意思啊？我听得懂，听得懂。我吃你剩下的，你应该听得懂我意思吧？我还想吃这个，不要跟我抢。太满足了，好山好水，好的人情味，在这里经营，让更多年轻人。他们可以各就各位。谢谢小顺，我可以敬你啊，你一定握手。谢谢小顺。我有握手。哎呀，太有默契了。哎呀，手刀交给我。手刀，小人嘞，出吧。先测这个金属的这个声音，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它没有的。慢慢的。哎。哦。确认无误。看什么东西？再上去一点。哎，你是装了两个金属在里面吗？那我那是特殊金属，这不是过海关才会叫的。不是。头坏掉！你的脑袋瓜里面有金属，对。是不是？那这个人脑袋里面是装铁块。这是我们做完了。就拿起来滴滴滴滴滴滴滴，哦，教我妈哎！你前额叶是不是有装铁片？应该有，卡蛮凶的。喜
喜欢带着简单行囊、说走就走的旅行风格吗？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跟我们一起骑上热血摩托车充电去。